大家好，我是啟志。在傳世典籍中，有關商朝的人名極其匱乏，而甲骨卜辭中卻為我們保留了大量商代人物資料，但是其多為單個獨立的人名，要從中尋找到明確的父子或母子關係的記錄，則並不容易。當然，不容易並不代表沒用，刻詞中還真有這麼幾條，向我們展示了其對父子或母子關係的可能性。較為可靠的一例見於合集938的甲骨晉獻刻詞，梁子強入伍，其中梁即傅梁，強為其子之名，整句可視為傅梁之子強進獻5塊甲骨，詞例結構相對完整，梁強之間的母子關係也較為明確。另一條值得注意的材料是合集10405的己卯妹子廣入夷羌時，其中的妹子廣則可解釋為父妹之子廣進獻用於夷冀的失明羌人。父妹又稱姊妹，可能並非武丁配偶，而是商王室的女性子輩，與其相關的材料數量不多，且多有殘缺。妹廣似乎也可作為一例較可信的母子關係。合集21727和合集21793中出現了2條有關傅佗的2個孩子的信息，前者為傅佗子曰領，後者為辛亥子卜真，傅佗子曰黎諾，因此佗領與佗黎兩組關係應該也可以視為較明確的母子關係。同樣在合集21727上還有另外一句傅寧子曰智，也屬於同一類命名卜辭，可以翻譯為傅寧的兒子要叫智嗎？因此寧智也可視為較確定的母子關係。這些材料說明，商代貴族家族中新生兒命名很可能也是需要經過占卜確認的，命名行為本身也屬於家族宗教活動的一部分。除了前面提到的這些記錄外，還有2條則有不同的試讀的可能性了。合集3226上刻有戊辰卜癸真絕子禽，此句中的絕子禽該怎麼理解呢？似乎既可以理解為絕之子禽，即傅絕的孩子禽，也可以讀作絕子禽，即絕和子禽是2個並列人物。在缺乏更多參照材料時，這類卯子卯結構的解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斷句方式。若讀作令中關係，則可建立絕的兒子是禽這一可能的關係，但我們不能否認也能讀作並列關係，那這對母子就不成立了。另外一個類似情況出現在合集3283中，真會古子妥乎什麼什麼，這句既可以解釋為古之子妥，即真人古的女兒妥，也可斷為古子妥，即古與子妥共同參與某項事務。若無其他詞例互證，那麼我們也只能說這個父女關係也只是存在可能性，並不能完全確定。但是如果能確定的話，那麼我們就找到了一個家族3代人的世系。真人古，古的女兒子妥，子妥有2個兒子領和黎。關於這最後的2例，其主要原因在於在甲骨文的時代，標點符號還不存在。如果存在標點符號，那只要看子前有沒有頓號就能解決這個問題了。而子字在詞中也有多種意思，它既可以表示親屬關係中的孩子，也可以作為王族子輩的身份稱謂，如子商、子化、子鞅等。因此在討論具名親子關係之前，必須區分某之子某與某子某這2種完全不同的關係情況。這些材料雖數量不多，卻有重要意義。它們一方面為重建商代貴族家族關係提供了直接線索，
另一方面，也提醒我們甲骨文中的亲屬關係不能僅憑字面順序武斷，只有在刻詞結構、語法關係、占卜語境和同類材料能夠互相印證時，才適合將某一詞例認定為較為確定的父子或母子關係。啟之，甲骨文裡有多少故事呀？